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来玩一个苍响啊。这个苍响除了拥有一个非常高的务工种族之外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霸道的特性，叫做不挠之剑啊。一出场就提升一段务工，简直就是离谱哦。但是再离谱也干不过这个天然爪王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日光刃苍响啊。谁要是再敢对着我们上爪王啊，直接一刀给他砍过去啊，非常的爽。那我们就废话少说，直接进入今天的实战对局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把碰到的是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啊，他携带的这个神兽也是苍响，而且同时还携带了一个爪王啊。那这一把我们直接给他针对一波哈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比赛开始了，对方选手直接首发了一个火钢，对上我方煤炭龟。这个煤炭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。这个椰蛋树的好朋友今天来辅助我们的苍响啊。现在我们煤炭龟对着它这个气球火钢，将天气变成了晴天啊。这个气温达到38度6，这个火钢携带替身的概率还是蛮大的啊。所以说我们这里选择撒个隐形岩啊。不过这里如果他真的是要开替身的话，我还是真的难受啊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对手直接对我们煤炭龟进行了一个挑衅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妄图撒下堂堂正正的隐形岩，这个想法就直接被扼杀在摇篮当中啊！只能被迫切换喷火龙上来与之一战。我们两个攻击技能都没有办法对这个火钢造成伤害啊，非常的难受。这里如果他直接给我来个原始力量，我就当场爆炸啊！这边对手并没有选择原始力量，而是使用了加农光炮。不过加上太阳之力的反伤，我们这个喷火龙一上来直接掉了1/3的血啊。他这边有气球护体，那我们这里只能来一个空气斩。吃我空气斩，害怕不能动。这个气球虽然破了，但是害怕不得。这个火钢反手再次使出加农光炮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这个气球破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热杀大地，直接给他秒了。这里对手并没有选择换人啊，我们直接一个热杀大地4倍克制，将这个火钢干掉，除掉一个心头大患啊。那现在我方就先下一城，将场上的比分改写成1-0。好了，这边对手派出了他的第二只精灵百变怪。他这边如果刚刚直接换百变怪的话，可以骗我一个热杀大地啊，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，不知道为啥。这个百变怪道具默认是这个讲究围巾啊，但是也有人会携带气势披带。那我们这里直接跟他拼一个空气斩。那么对手这个山寨喷火龙直接一个大字爆炎，正面命中我们的喷火龙啊，直接失去战斗能力。这里的话，我们还是上煤炭龟。说实话，现在还并不能完全的确定对手的这个道具啊。刚才他先手有可能是他拼数拼赢了，也说不定。那么这一回合就非常关键了，我们直接一个哈欠打过去。对手依旧是使出大字爆炎，那么现在基本上就能判定对手携带的是讲究围巾这么一个道具啊。好了，煤炭龟这个哈欠命中是我们获胜关键啊。现在对于对方来说的话非常被动啊。这里他如果不换人，就会睡着；他如果换人，就直接吃我一发晴天下，本系过热。好了，这边对手依旧是没有离场啊。这么看来，他后排极有可能是那个苍响啊，这么过热。现在场上两个火系互相在用火系喷对方啊。然而我方煤炭龟虽然速度只有20，凭借着逃难背包非常的灵活，瞬间就跟我们后排的这个苍响完成了交换。我去，靠王者降临，直接不挠之剑上升一个务工等级啊！
而喷火龙这边则是在被太阳之力反伤之后还睡着了。这里他刚刚睡着啊，所以这一回合必不能动。那么此时不借武，更待何时？讲道理，这里如果带替身的话，会更加稳一点。这里还是要赌他不要秒醒。哇，现在非常的给力啊！我们苍响直接一个万箭归宗，武功直接翻倍啊！那么毫不犹豫，直接一个巨兽斩送他回家。啊，什么巨兽斩！我去，他这一跳，直接跳到2万米高空，一刀劈下来，直接逆属性将这个喷火龙干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对手只剩下最后一只精灵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苍响啊。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要跟他进行一波拼速，嘿嘿，但是他不是苍响啊，他是爪王。那这不直接给我们打个正着啊！现在晴天最后一回合刚刚好，苍响使出了日光刃，苍响吸收光，哟！哎呦我去，这也太帅了！我去，这么大一把刀，一刀砍下去真的是大快人心啊！哈哈哈哈，这一波就2个字：舒服。好了，那我们直接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。好了，我们来看这一把，这一把对手还是有携带一个爪王啊。那么这一波我们也可以爽啊！这里我们首发巨爪怪，后排藏一个煤炭龟跟苍响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比赛的现场。这边对方首发精灵是勾魂眼，对上我方的巨爪怪。这个勾魂眼的恶作剧之心非常恶心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困在场上，不让他走。这边对手居然是选择替身啊，那么我估计他是没有带挑衅啊，不然的话应该是挑衅比较稳啊。然后我们这个巢穴就直接打在替身身上，那个束缚效果是没有效的哦。这里不知道2个巢穴能不能够破掉他替身啊？这边对手选择使出鬼火，但是并没有命中啊，非常的给力。这把巢穴击中了对手的要害，那么替身肯定会破啊。这里他如果要烧我的话，那就只能让他烧了。但是如果他点鬼火的话，会被我们巢穴抓住。那我认为他还是会替身啊。我们这里直接快速折法。OK， 还是替身。我们巨爪怪一个灵活的快速折返，一边打一边撤退啊。这边换一个煤炭龟上来。这里我们直接先撒个隐形岩啊！我确信他肯定没有带挑衅啊，不然第一回合肯定点挑衅。这个选手他居然还对着我煤炭龟点鬼火。那我们煤炭龟毫不客气啊，布下堂堂正正隐形岩。这里我暂时还不想把我的避难背包废掉啊，这里点个清除之烟，意思意思啊。哎呦，没有想到对手这边直接来了一个再来一次，那我们的行动就被限制了呀。那我们煤炭龟迫于无奈，把这个岩钉当成地钉用啊，撒了2层。那这里只能换人了。
这边对手左思右想，右思左想，居然不要替身了，直接换下他的勾魂眼，换上了这个中年狼人。那我们这里直接换上巨爪怪，岂不是赚了飞起？那么现在我们直接一个朝旋打过去啊，他换谁上来就被我们抓住，直接哈欠。哎呦，我千算万算没想到他居然对着我剑舞啊！他吃我朝旋，啊，没有命中，简直是可恶至极。那现在不能朝旋了啊，现在只能哈欠了啊！我去，双剑舞！看来这位选手的心理素质非常强大，他料定我没有携带大威力的这个本系技能啊。那我这里请你吃哈欠，哎，不用客气。那么现在场上的局面的话，对于我方来说非常的有利啊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尽在我的拿捏之中哦。这里我们可以朝旋抓人，也可以快速折返。这里选快速折返啊。他如果不换人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反苍响；他如果换人的话，我们反煤炭龟。好了，这边对手选择换出勾魂眼。这个隐形岩的伤害让他触发了他的这个树果啊，是一个文佑果。哎呦，我们这个快速折返伤害还不错，直接又给他干进了一个黄血的状态。这边我们换出煤炭龟啊。现在他这个勾魂眼的血量最多只能再放一个替身啊，不过他自我再生的话也不一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煤炭龟回到场上，开出了新一轮天气。这里也没有什么好想的啦，我们直接干他。哈哈哈，这个勾魂眼我估计携带的是讲究围巾啊，他就只会替身这么一个技能。啊，这么过热，感觉这里还是失误了呀。应该把他这个勾魂眼的血控到不能开替身再干他，不然的话他自我再生的话，前面做的事情都白费了。现在我们避难背包已经消耗掉了，那么下一次的话就更难对付他这个勾魂眼了。诶，不过这里是个好机会啊！这里他只能自我再生，他自我再生的话就会被我们朝旋抓到，但是抓到还是难办啊！他携带了替身，哎呀，难受。哎，这边他又换下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换出的是这个钢龙啊，他居然没有带爪王。那我们这里直接一个朝旋给他抓住。哎，被我逮到了！这个钢龙应该没有带替身吧？这直接给他碎了。哦，这边对手使出了流星群，我这个特防型的巨爪怪不知道顶不顶住啊！好了，我们巨爪怪稳稳吃下这一发攻击，反手就是一个哈欠。这里我们快速折返吗？快速折返的话，估计顶不住了。我估计他也不会对着我的这个巨爪怪点刚系技能。这里我们直接换苍响啊！他下降了2个特工，吃他个大地之力，我觉得也顶得住。好了，对手使出流星群，直接对我们苍响无效，而且还陷入了睡眠当中。这里对于我方来说，虽然是一个剑舞的好机会，但这里我们毒他换勾魂眼，直接点巨兽斩。好了，漂亮！这边对手选择换下他的钢龙，换他的勾魂眼。
那么这里我们放弃近身战，选择巨兽斩将是我们获胜关键。啊，这么巨兽斩！砰！这个勾魂眼倒下，我们苍响直接起飞，好吧？接下来肯定就以下一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